院长，你一定要挺住啊，院长！别太担心了，他们一定会尽力抢救他的。幸亏你们及时施救，否则的话，像院长这样的血友病患者，一旦割断大动脉，就等于去了鬼门关。看来，小红真的是痛下杀手了。不过她由于失血过多，能不能挺过来，就得靠她自己了。院长刚才还跟我们一起救火呢，院长肯定是火灾之后才遇害的。他先是被割了腕，后来又被吊起来，应该就是这1个小时之内发生的事。像院长这样一个成年女性，想要吊起来应该挺难的吧？一般的普通女性应该很难做到，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得这么干净利落。我想凶手应该就是欧浩辰了，所以之前的推断应该是正确的。欧浩辰用迷药迷倒了毕老师、李医生和沙彪，就是为了迷惑我们，让我们认为凶手是幼小的女性。可是伤了大动脉之后，完全可以让他在那里等死，为什么要把他吊起来呢？在古代，重刑犯被处死之后都会被吊起来，以谢天下。亚飞跟我说过，这个地方就是当年院长放弃小红的地方。他把院长在这儿吊起来，会不会是想向小红谢罪呢？他杀人都这么有仪式感，这个凶手也太变态、太狂妄了吧！他是有狂妄的资本。他先是放了一把火，让我们阵脚大乱，然后趁机去杀害方院长，最后赤裸裸的向我们挑衅。但是如果割了大动脉的话，不可能只流这么一点血。奇怪，这个仓库每个星期都会有勤杂来打扫的，怎么会有这么多沙土啊？这个，也许是孩子们弄的吧。我们家仨孩子都喜欢玩沙子。我也喜欢玩。孩子为什么会来这个地方？院长被害了，现在我们的保护对象只有温一君、许愿还有李姐了。李姐我已经派人保护起来了。如意、小婷，你们俩赶紧去保护温一君和许愿。亚飞，你去找吉祥，把孩子们看好。我跟大力继续去找欧浩辰。好，走。师姐，没事了。哎，我刚才看见罗森被叫走了，是不是又有谁？院长他遇害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小朋友，你知道温阿姨在什么地方吗？温阿姨刚才说她嗓子很难受，想回宿舍喝水就走了。走，去温一君房间。阿翔，你怎么了？你是说你的鞋没有穿，要回宿舍拿吗？好，我去帮你拿。呼吸。坚持住，坚持住！来人呐！救命啊！坚持住！这次又是割喉，不过所幸伤口较浅，位置也有点偏，发现又比较及时，应该还有救。我进来的时候，温义军还有口气。如果我早一点过来的话，他说不定就能逃过这一劫了。你把自己想得太强大了吧？凶手计划之缜密，行动之快速，都远超出你的想象。你就算早到几个小时，凶手也有可能在你面前行凶。温义军从小到大都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。小的时候，
是没人要的孤儿，长大了，又被人打骂，后来又变成被人玩弄的舞女。她原本想放弃现在的生活，回续孤院里来做勤杂，安安静静的过完下半辈子。她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哎，不是你这干嘛呀？不是破案呢，有你这哭哭啼啼的功夫，这凶手可能又害人了。怎么样？我仔细查看了一下，他死之前已挨过2个嘴巴，甚至还有可能被人侵犯过。一定是欧浩辰，一定是他。他竟然还埋伏在旭姑院当老师呢，看上去善良开朗，原来是个人面兽心的畜生。1天之内，他接二连三对沙彪、方院长还有温宜君下手，他到底还要害多少人才罢休啊？我们兵分2路吧，我跟大力去捉拿凶犯欧浩辰，吉祥如意、小田，你们去看着许愿和李姐，不能让他们离开你们的视线1秒钟，绝对不能再出现任何岔子，听见没有？涛儿，慈心续孤院的角角落落我们都翻遍了，就是找不到欧浩辰。你说这小子会不会已经不在续孤院了？不可能，我已经把续孤院的出入口都找人守着了，还安排了游动巡逻，不可能留下死角。最重要的一点，他还在继续杀人，所以说他一定还在这续孤院里。那他到底能躲到哪儿去呢？难道他会妖术，会隐身啊？我听院长说，当年小红等死的时候，他们曾经把小红关在后院小树林的一个小木屋子里。可是后院我已经找遍了，没有什么小木屋。再去找一下。好。不要杀我！我向你道歉，都是我不好。听大家说，这些年来，慈心续孤院有好几次因为资金的问题，差点办不下去了。全靠院长一个人到处募捐，这才勉强支撑到现在。如今，院长他生死未卜，续孤院又弄出了那么多起凶案、火灾，我担心这次会不会真的办不下去了。现在说什么都还为时尚早。放心吧，徐医生，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，这件事一定可以解决的。一定要想到办法。这些孩子都是孤儿，如果续孤院办不下去了，他们很有可能就只能流落街头了。放心吧，还有我。杀我！我跟你道歉。桃儿，桃儿，怎么样了？打听到了。听续孤院年纪最大的马教人说，这个小树林以前是有一个小木屋的，是过去洋人们拿来存酒的地方。后来这片树林被一个好心人收买了，开办了续孤院。那间小木屋呢，就变成了杂物间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在10几年前，这个小木屋就被院长给封住了。后来因为年久失修，就塌了，连木头都被勤杂工用来当柴火烧了。所以现在这个小木屋已经不存在了。那应该就是这里了。可是这个地方，欧浩辰不可能藏在这儿吧？中国人喜欢喝粮食酿的酒，粮食酿的酒随便找个酒缸一存就行了。可是外国人喜欢喝葡萄酒，葡萄酒就得存在阴凉的地方，有钱人嘛就得专门挖个地窖来存酒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儿可能有一个地下酒窖？找找看。大力，这是空的。是欧浩辰。大力，还有气，快去通知罗森。好。根据罗森的判断，欧浩辰跟沙彪一样，都是遭受了不足以致死的外伤，
真正昏迷的原因，是因为注射了过量的迷药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欧浩辰比沙彪遇害的时间还要早，也就是说，欧浩辰根本就不可能去伤害沙彪，更不可能去伤害院长跟温宜君。我们都被骗了，凶手还在虚谷院。可是，虚谷院里所有职工，我们也都一一验明了身份，也都一一排除了呀。你看，但凡有嫌疑的，不是遇害了，就是被我们看管起来了。我做了这么多年巡捕，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狡猾的对手。我就不信了，再高明的罪犯也一定有破绽，只不过我们可能有什么没有注意到的盲点。现在我们被凶手制造的烟雾弹迷得团团转，凶手可能正在笑呢。这正是我们的机会。凶手越得意，我们也就越有机会找到他的破绽。如意、小天，你们继续保护徐源和李姐。大力，你去帮吉祥看着孩子们，我再去排查一遍旭姑院里的教职工们。是。这是你的家人啊？对。哎呀，这旭姑院的案子一天不破呀，我就一天回不了家，想他们，拿出照片来看看。人家都用心思想案子的事情，你这可倒好，净想你家里那点事，你就不能让你老婆孩子稍微等一等？看我有老婆孩子，嫉妒我呀？哼！哎，当然了，我也理解你，你呀光棍一条，你要想也没得想是吧？神经病！嘿，就我这仨孩子，透着一股机灵劲儿，尤其这老二，今年刚7岁，刚上初小。我们的邻居啊，看见他，哎呦，都夸你们家这孩子呀，一定以后是做学问的。哎呦，可不是嘛！那别人家的孩子一放学，啊，书包往床上一扔，撒丫子就出去玩去了。我们家这孩子，就缠着我跟他妈，让我们给他讲书里的故事，什么司马光砸缸、孔融让梨啊，曹冲称象啊。如意，你呀，多花点心思在正事上吧。这个仓库每个星期都会有勤杂来打扫的，怎么会有这么多沙土啊？也许是孩子们弄的吧。我们家这仨孩子都喜欢玩沙子。老婆，上次我升职没成功，让你失望了。这次如果我把旭姑院的案子给破了，亲手抓住凶手，我一定能够立功升职。你等着我。田儿，我给你句中肯的话，别整天做你的春秋大梦，多花点心思在正事上面，说不定能找到一丝线索呢，好吗？哎呦，我有点内急，我先去方便一下。那个这儿就交给你了啊。你上厕所还带棍子呀？凶手再变态也不至于在厕所里袭击你吧？这点胆儿还当巡捕？田巡捕毕竟是3个孩子的爹，要养活一大家子人。他保护好自己，不也是对家人负责吗？原来是你！不要杀我！毛巡捕，不要杀我！田巡捕怎么还不回来？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他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懒驴上磨屎尿多。小花，别杀我！别杀我！你们在这别动，我去看看。小心点儿！
去，快去拿！是。小天哥，小天哥，你再坚持一下，我们这就送你去医院。小田的伤，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吧？这个很难说，幸亏是贯穿伤，没有打中要害，这是不幸中的万幸。凶器是他丢的那把枪吗？从伤口形状来看，凶器应该就是7.65毫米口径的 M1903手枪，也就是田角田丢失的那把配枪。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，可是我们只有尽快抓到凶手，才能给小天哥报仇。尽快。罗森已经送小天哥去医院了。头儿，这是刚刚小天哥死死拽在手里的袜子，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拽出来的。受了这么重的伤，还会拽着一只袜子，他一定是想告诉我们什么。袜子，沙土，小天哥到底想暗示什么呀？这条线索一定跟凶手有关。这几天已经有6个受害人了，他不可能没有留下任何证据，一定是我们遗漏了什么。这样，我们分成2组，再一次的回到案发现场，再检查一遍。亚飞，你去告诉吉祥，让他跟如意一组，去院长和温义军的遇害现场。我跟大力，我们去沙彪和毕老师的遇害现场。亚飞，一会儿在毕老师的遇害现场集合。出发。没想到一眨眼的功夫，小田哥就出事了。他平时人那么好，希望他吉人自有天相。放心吧，天哥不会有事的。头说的对，只有抓到凶手，才能替他报仇。可是线索这么少，到底该从哪里入手呢？我们试想一下，把所有的线索串联到一起。天哥说，沙土还有袜子，会不会是在暗示之前院长被害的现场有某种线索？按照罗森的说法，这个凶手对人体的构造很熟悉，即使不是个医生，也是个懂得医术的人。他之前一直用手术刀杀人，这就证明用手术刀杀人是他认为最方便的方法。可是为什么在杀死沙彪的时候，他换了这把匕首？这把匕首也很古怪，你看，这儿还有个环，跟我们以前见过的匕首不太一样。会不会这个不一样，对凶手有什么特别的用处？这就是天哥说的沙土吗？我记得李姐之前跟我说过，旭姑院近阶段一直在丢袜子。这周都丢了第3次袜子了。丢袜子了？是啊，也不知道是谁干的。这贼也真够奇怪的，别的不偷，纯偷人家穿过的旧袜子。难道是凶手偷了袜子？可是他偷袜子做什么？天哥拿着的袜子里面装着沙土，难道说这个袜子是从凶手那儿拿来的？可是他设计这么复杂的机关，又是做什么呢？
珊珊被打晕之前，在窗外发现了一根细线。就在他要去拿这根细线的时候，凶手就把他打晕了。这只能证明一点：凶手不想让我们发现这根细线。这条细线应该隐藏着重要的犯罪线索。细线，带环的匕首有什么联系呢？我明白了，这根细线就是拿来穿这个环的。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又不是表演杂技。凶手是故意制造出力气很大，能在短时间之内把院长吊起来的假象，想让我们以为是欧浩辰。如此看来，凶手应该是一个力气非常小的人。我想到了，难道是？不可能啊！可不可能？我们现在去文一军被害的现场，做个推理，自然得知。案发现场还有一个疑点，就是窗前的这根蜡烛。这有什么奇怪的？蜡烛不就是拿来照明的吗？旭姑院已经通了电了，按理说是不需要再照明的。就算他要半夜苦读，也不需要把这根蜡烛点到窗台前。说的没错。就算他要看书的话，他也应该是把蜡烛点在桌上或者床旁边，怎么会点在这儿呢？所以我们都忘了一点：蜡烛不仅可以用来照明，还可以持续燃烧、点燃一样东西。在拍卖会现场，欧浩辰一直没有来。许愿收到欧浩辰的字条也离开了，温怡君中途也离场了，这会让我们误以为他们3个人有足够的作案时间，好让我们把作案嫌疑转向他们3个人。说不定，凶手恰恰就是那个完全没有作案时间的人。按你的意思，也就是说，凶手很有可能就在拍卖会现场，甚至他会强调自己一直在拍卖会现场。当我进到那间屋子的时候，发现温怡君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，他当时还是有呼吸的，于是我赶紧去救他。可当我拿了墙上的药箱准备去救他时，发现他已经血流如注，没有了意识。同样是割断血管，院长遇害的仓库血迹很少，为什么这儿的血迹就很多呢？而且更奇怪的是，院长他有血友病，这种病打娘胎里就带着了，就是血液凝结得很慢，如果受了伤就很难愈合的。所以说院长流的血应该更多才对，可为什么反而是温怡君流的血比他还多呢？难道这血？凶手一定是他。毕老师遇害时是凌晨4点，大家都还在休息，会是什么人可以随意出入员工宿舍，还不会被人怀疑呢？那就是旭姑院的人了。可是旭姑院里所有的教职员工，我们都已经一一排查过了呀。对呀，我们排查的都是教职员工，但在这旭姑院里还有一群人可以在任何时间出现在任何地方，都不会被人怀疑的。就算我们去怀疑他，也没有人会相信的。我知道凶手是谁了。谁啊？谁是凶手？亚飞，你快去医疗室保护李姐和许愿，快走！谁是凶手啊？他该不会又去杀人了吧？醒醒！哎，醒醒！醒醒啊！里面一个人都没有。小红，你在哪儿？都是我的错，不要杀我！小红，小红，不要杀我！小红，小红，小红，你在哪儿啊？你不用威胁我们，
其实我很早就想见小红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她。你觉得他会在哪里？后院墓地，他们一定在那儿。小红，小红，住手！你别装了，我们知道你会说话。小红，一切都已经结束了。你怎么知道我是小红？你开口就把自己出卖了，你分明就是女扮男装。就算我是女扮男装，那也不能认定我就是小红啊。虽然你假扮成男孩，但是你的声音骗不了人，所以你一直把自己装成哑巴。可是你忘了，沙彪还知道另一个办法可以辨识出小红，就是你身后的胎记。好，就算你们猜得对，就算我真的是小红，那也不代表我就是杀人凶手。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我杀人？杀害院长的事儿，我根本就做不到。以我的体型，怎么可能短时间内就把院长吊起来？李姐跟我说过，虚姑院隔三差五的就会丢很多袜子，你把那些袜子装满沙土，做成一个个小沙袋，再陆续带到作案现场藏好。然后，你又用笋木把绳子固定在柱子上。你事先一定仔细地做过实验。你知道利用小沙袋的重量进行叠加，就可以轻易地将院长吊起。最后，你只需要在火灾时趁乱把院长引到仓库里，就可以进行你的计划。可惜，这样精巧的设计，恰巧暴露了你的身份。如果凶手力气很大的话，就根本不需要用榫头，只需要把绳子直接绑在柱子上固定就好了。你的想象力真丰富。你作案之后，为了掩盖真相，需要把那些沙袋处理掉。但因为沙袋的数量太多，全部就地倒掉，你怕会引人注意，所以你只把一部分沙子倒在了仓库，而另外一部分，你打算偷偷倒在仓库边的沙堆。小田就是想到了这一点，才去沙堆找线索，结果就刚好撞见你正在把袜子里的沙土倒出来。他中枪以后，手里还一直紧紧地握着一只装有沙土的袜子，就是在暗示我们你杀害院长的作案手法。那沙彪呢？他遇害的时候，我根本就不在现场。吉祥就是我的人证。你只是利用吉祥来帮你制造一个不在场的证据而已。你迷昏沙彪之后，并没有刺伤他，而是用这把带环的匕首，精心布置了一个局。你事先准备好了细线，一端吊上重物，固定在窗外的树枝上，另一端穿过匕首。你把匕首拉进来，悬挂在沙彪后背上方。最后，你在窗台上点燃蜡烛，并把一侧的细线压在蜡烛侧面。蜡烛的长短你事先试验过的，你知道半个小时之后，细线就会被烧断，连接绳子的匕首就会自动坠落，刺伤沙彪。细线因为重物的拉扯，会自动落到窗外的树丛里。这也就是你为什么要袭击娄珊珊，夺回那条细线的原因，是因为你不想让你不在场的证据露馅。巡捕先生，你的这个故事真精彩。那温宜君呢？你杀害温宜君，是最残忍的一种手法。
你为了制造不在场的证据，故意叫吉祥陪你去房间拿血。当时文一军只是被你用迷药迷昏。我进去时看见他用手捂着脖子，是你为了不让我看见他脖子上根本没有伤口，你知道院长的血不会很快凝固，所以你就利用院长的血伪装成温宜君已经被害的样子。然后你趁着吉祥转身去取纱布和止血药的间隙，飞快地用事先藏好的手术刀割开了文一君的颈部动脉。也就是说，你是当着吉祥的面对温宜君行的凶。没错，都是我做的。李医生、方院长，他们是15年前疫病事件的罪魁祸首，他们死有余辜。毕老师，他眼睁睁地看着我一步步走向死亡，却见死不救，那我索性就让他彻底变成个瞎子。剩下的彩虹、五子，他们间接地夺走了我活下去的权利。我不杀他们，我也不能让他们活得那么痛痛快快。为什么15年前的疫病被抛弃的那个人是我？我做错什么了？明明有7个人，为什么要选择我？他们欠我的，我要他们通通的还给我！都别过来，再过来，我就立刻杀了他们2个。小红，你不要冲动，你不能再杀人了。都走开，不要逼我！弄伤欧浩辰的应该是你吧？我本来不想伤害他，但他竟然发现了我的底细。阿祥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哎呀，这个地方已经荒废10几年了，不是你该玩的地方。来，我带你回去吧。你干什么？你是谁？15年了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小绿。你是小红？没错，我就是小红。你杀我，15年前我就该死在你们手里了。小红，对不起，请原谅，15年前我没有救你，对不起。小红，你已经做错了那么多的事，别一错再错了。说得好啊，反正我已经害了那么多人了，再多害几个也无所谓。都别过来，再过来我就立刻杀了吉祥。好了，把枪放下，省得自作傻事。小红，我劝你不要再做傻事了。头！你们使诈！开枪了！走！没子弹，走。别费力气了。M1903勃朗宁手枪一共只能发7颗子弹，已经全部用完了。小红，你走投无路了，投降吧。你们都别过来！15年前我就走投无路了。你别执迷不悟了。只要你肯悔过，我们一定努力帮你减刑。这15年来，我一直在为复仇而活。我千辛万苦从一个医生那里偷学了一些医术，为的就是这一刻，用自己的双手为自己讨回公道。我杀的、害的，都是对不起我的罪人，这是他们应得的下场。他们顶多是对不起你，而你却伤害了那么多人，你才是真正的罪人。不，我没有罪，我根本就没有做错。
本来我没有吃药，早就该死了，但是我竟然硬挺了过来。你们看，连老天爷都觉得我命不该绝，应该活着回来报仇。你错了，你没有死，不是因为你的命大，是因为小青把药让给了你。你胡说！小青当年明明吃了药的，她是自己扛不过去才死掉的。不，小青就是因为没有吃药才死的。你们两个关系最好，你也应该清楚。小青比我们都大，她体质一向比我们好。我亲眼看见，当年李医生发给我们6个人的特效药，小青根本没有吃，而是偷偷地藏了起来。那天晚上，小青趁夜偷偷溜出了隔离病房。他回来后，我问他去做了什么，他起先不肯说，我便威胁他。这么晚，你去哪里了？说要把他不肯吃药还偷偷跑出去的事情告诉院长。小青没办法，只好告诉我了，但他叫我一定要保密。原来小青是出门找你去了。小红，小红。小红，小红，你醒醒，我不想你死。小红，你醒醒，小红，小红，不要死。小红，你撑住。小红，吃下去。小红，小红，你不要死。另一个，你们还是都该死。这个世上，只有小青一个人是好人。5年了，你还是回来复仇了。小青，小青，你为什么这么傻？他不是傻，他是用他的善良来化解你心中的仇恨。这个世界上，还有一种感情能够超越生死。就算是小青救了我，
来救我的人也只有小青一个，你们还是都该死。这个世上只有小青一个人是好人。因为15年前的事，大家心里对你都有愧疚，他们都希望你能活下来，当面跟你道歉。院长跟李医生都说过，即使你活着回来找他们报仇，他们也会坦然接受。我想，他们是在毫无反抗的情况下任你摆布的吧？他们是心甘情愿，想用自己的生命去弥补当年对你犯下的错误。小青选择牺牲，就是为了能化解你心中的怨恨。李医生、方院长用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，也是希望你可以放下当年的仇恨。小红，你就放下吧。小红，放下吧。放下吧。走吧，我们回去。没有想到，1天之内发生了这么多事。我们总想要揭开事情的真相，可是这次的真相，付出的代价太大了。寻求真相的道路本来就很艰辛，甚至有时候，我们千辛万苦揭露的这个真相，并不是我们想要的。但只要我们身为巡捕，揭露真相、维护正义，就是我们的天职。这次，你表现得很勇敢。这个本能吗？旭姑院经历了这么多磨难，还能继续办下去吗？如果旭姑院撑不下去的话，那些孩子们怎么办啊？回去之后我们一块想办法，没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，放心吧。哎，我看你使眼色，你不开枪，你想什么呢？你就别怪张探长了。小红虽然是凶犯，可是她一直以男孩的身份在旭姑院里面，大家都先入为主了。你用枪对着一个孩子，要是我也开不了枪啊。是啊，咱们头心地多善良。说的也对，换我的话，估计我也开不了。还好大家都平安无事了。其实我想去看看院长还有田小田。方院长我不知道，不过小田哥肯定会没事的。如意，你等着，等小田哥醒了，他肯定会狠狠揍你一顿。揍吧，我保证打不还口，骂不还手，行了吧？你们先去吧。旭姑院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我想留下来帮助许医生照顾孩子们。等一下再跟你们会合。我也跟师姐一起留下来。欠我一命。
怎么样？沙彪、温宜君、毕老师都已经没事了。方院长虽然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，但目前情况还算稳定。小田哥的伤，手术很成功，没有生命危险了。哦。但是，由于失血过多，有脑损伤的危险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能不能把话说清楚点？对呀，你说些我们能听懂的话。意思就是，很有可能，他这一辈子也醒不过来了。不可能，小田哥福大命大，他不可能出事的。小田哥，你怎么还没醒啊？你昨天晚上不是托梦给我，说你并无大碍，今天一定会醒的吗？你刚刚说的很有可能的意思，是不是还有一定的机会可以醒过来？还是有机会的。田哥，我对不起你。作为这次行动的指挥，我的责任最大。小田，小田，小田，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快醒醒啊，小田，孩子在家等着你呢。小田，嫂子，嫂子，你不要这么担心了。我们给小田哥请的都是最好的大夫，他一定会醒过来的，放心吧。是我们拖累了他，让他压力太大。如果小田不是为了尽快升职，多给家里赚点钱，他肯定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。孩子他爹啊，你听见了吗？我们什么都不求了，我们只求一家五口在一起，平平安安的。嫂子，我尽力了。这张照片的血迹，怎么擦都擦不干净。田哥，你的枪我已经帮你找到了，暂时在我这儿先保管着。要想拿回你的枪，我等你醒过来。我等你。小田，小田哥和院长怎么样了？方院长还在隔离监护室，目前状况还算稳定。小红的心愿已经告诉医生了，明天一早会安排给院长输血，放心吧。医生说了，他还没有醒过来，尽量别打扰他，你就别去看他了。那小田嫂呢？正在哭呢。哎呀，大家放心吧，我小时候学过看相，以小田哥的面相，那就是长命百岁，肯定会没事的。其实我心情也不好，明天见吧，我先回去了。那你们没什么事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谢谢你今天又救了我，加上上次月份牌女郎案，你救我第2次了。这叫命中注定，你欠我的，千万别说什么感谢啊！上次你请我喝酒，够我受的。不会了，小田哥的事情大家都有责任，你别太难受了。经历了这个案子，
我突然对他有了一些了解。我相信你也一样。是啊，我也一样。你愣着干嘛？你走。多好的机会，赶紧送人家一程。我家也不远，我就走回去。要不我……快上！要不然我送你回去吧。快回去吧，看了你一天了，看得我都烦了。还愣着干嘛？回去吧。怎么样？有没点郎才女貌的意思？这次多亏了你和亚飞帮忙，谢谢你了。我只是想尽快抓到凶手，保护旭孤院的孩子们而已。你这样一遍一遍的谢来谢去，都快变成小田哥那样，成家庭妇男了。其实你有没有发现，你这种尽快抓到凶手、保护孩子的心态，恰恰就是做侦探的本能。我还是要用我家庭妇男的心态再跟你唠叨一次，你真的是很有做侦探的天分。我承认，当我遇到一团迷雾的时候，真的很有好奇和冲动的一颗心。不管你承不承认，反正我已经把你彻底的看透了。在你的内心深处，你是渴望当一个侦探的。难不成你有看透一切的天眼啊？我觉得吧，你与其继续在旭孤院做一个勤杂，为什么就不能回到巡捕房呢？这样可以更大限度地发挥你的价值，也能帮到更多的人，救更多的人，这不更好吗？院长现在伤得这么严重，旭孤院又变成这个样子，我不想在这个时候离开他们，反而我还是希望能够多为他们做点什么。我明白了。如果旭孤院的事情可以得到妥善的解决，你愿意回到巡捕房吗？好，旭孤院的事儿交给我了。哎，刚才到底怎么了？你拿枪的时候手一直在抖。没事啊。真的吗？很多年前，我出过一次意外。有一天，我正在抓一个凶犯，然后把我爹给误伤了。把枪放下！放下！从那天起，他就再也没站起来过，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。所以我现在每一次瞄准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那天的画面，我忘不掉。是不是特别没用？没有，没有，反而你在我心里面一直是一个非常孝顺、非常正义的一个人。在我心里，你一直都是。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无论你犯了错，还是跌倒了，只要你有勇气再站起来，那一定会走得更稳。当初就是因为你这句话，我站起来了。现在我就要用这句话再告诉你，张正，你一定会克服自己的心魔，一定会战胜一切的。你要相信自己。吉祥，你真的很特别。其实很多年前我就……吉祥，吃饭了啊，来了，要不要一起去吃啊？啊，不吃了，都这么晚了。那个，你快进去吧，我回去了。嗯，那改天见。好。爹，我今天送吉祥回家了。本来我是要跟他表白的，可惜没说出口。我这个人小时候就不会说话，特别是不会对女孩子说话。可是这随您，
有其父必有其子嘛。吉祥他人特别好，我们这次续孤院的案子，多亏了他才可以顺利破案。他还救了好几个受害人的命呢。我记得您小时候跟我说过，当一个巡捕，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护老百姓不受到伤害。吉祥就是那种人，他特别愿意保护别人，关心别人。我想，如果您见到他的话，您肯定也会喜欢他的。爹，你醒了，我是不是打扰到您了？这么晚了，我还跟您唠叨这么多，但是这些话，我只有对您说出来，我心里才会舒服，真的。我只要看见我老婆孩子在那儿笑，我甭管受多大委屈，我都觉得值。小天，是我们拖累了他，让他压力太大。如果小天不是为了尽快升职，多给家里赚点钱，张正已经来过电话了，把续孤院案的情况都告诉我了。这次是怪我，要不是因为我，田小天就不会把枪丢了。如果枪丢不了的话，他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你知道吗？他本来想通过这件事情升职加薪的，一家老小5口人全靠他一个人养，是我害了他全家。如意啊，你也不要太自责。你长大了，你终于知道“责任”这2个字的意义了，学会了担当。田小天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，给他请了最好的医生，你放心吧。爹，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求过你，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件事好吗？什么事？升职加薪。你要升职？我要给田小天升职。答应我，如果有一天田小天醒过来的话，你一定要帮我给他升职加薪，好吗？我尽力吧。亚飞，亚飞，亚飞。师傅，你看到亚飞了吗？亚飞啊，一大早不晓得跑哪里去了？啊，哎，去哪儿了？记住啊，记住李亚飞，站住！站住！哎，师姐，你干嘛呀？再不给我的话，我让所有的师兄弟们都过来围观啊！我能给你，但是你保证别发脾气骂人啊。李亚飞，李亚飞，你怎么屡教不改，死不回头？我快被你气炸了！师姐，说好不发脾气骂人的。谁跟你说好了？我在续孤院里跟你说的话，你都当耳旁风吗？你怎么还去当贼啊？我就是4更出去踩踩点，我还没下手呢。你还想下手？等你下手的话，祸就闯大了。续孤院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正是困难的时候，我也想尽点力支持他们一下嘛。再说了，我这叫劫富济贫，根本不算做坏事儿。我真的是被你气得胸闷气短啊！你以为你去偷东西，为了那些孩子就是天经地义的吗？好，我问你，如果有一天受了恩惠的那些孩子长大了，过来问你，他们可不可以像你一样去偷东西？你怎么回答他们？我当然不希望他们跟我一样了。你也知道啊，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呢。哦，对了，不仅整个法租界，其他租界的巡捕房都在找你。如果你被抓起来了，你无所谓，可是师傅怎么办？
师傅他下半辈子怎么办啊？我也没想过爹的事儿。亚飞，帮人有很多种方法，不一定非要去偷。你以为是帮他们，实际上是害他们。你想想，他们要知道是贼赃，心里会好受吗？你放心，大家伙这么多人呢，一定会帮助那些孩子们的。亚飞，你答应我，不要再当一枝梅了，好不好？嗯。先生，请问你找谁呀？我找你家小姐。Open the door。哦，好的。小姐，毛先生找您。啊！哎呦，你说你来就来嘛，还买什么玫瑰花呀？白玫瑰代表着纯洁的友谊，只要不是红色蝴蝶花就行。白玫瑰我也喜欢。没事啦？没事啦，我现在好着呢，我现在可以，你看，幸好某些人抢救及时。瞧你是活蹦乱跳的样子，过2天就能下床继续骚扰，啊不是，是采访别人。你说你救了我那么大一命，我该怎么报答你呢？要不这样好了，我娄珊珊豁出去了，以身相许。消遣我是不是？消遣我？告诉你，这么老土的办法，千万别动我，我害怕。你想太多了，我还不给呢。那这样好了，我给你写一篇大文章，给你塑造成一个英勇无敌的巡捕房大人物，2选1，你选一个。怎么了？你去医院看病，没顺便治治你的职业病啊？哎呀，行了，非要2选1的话，那就独家专访吧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得等你缓过来之后，我才能接受你的专访。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我接受你的专访，怎么感觉好像是我在报答你似的？那你想怎样？旭国院的案子虽然结束了，但是却有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，就是怎样去救济旭国院。我跟我爹凑了一笔钱，准备去救济他们，可是这些钱远远没有凑足。珊珊啊，所以到这个时候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跟你爹伸出援助之手，还望你们家财神爷助我一臂之力，来帮助旭国院。好。我的小可怜儿，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不许动！不许动！不动，我不动。请问这位女英雄？是我。哎呀，你吓我一跳啊！我以为是一枝梅呢。一枝梅哪有白天行动的呀？嘿，话说回来啊，一枝梅哪有这么高贵可爱、冰雪聪明啊？上海滩有很多闺女啊，你要给她们一点出路哦。你说的一点都没错。爹啊，以后在外面少那么夸我，会骄傲的。我不是夸你啊，
你在爹地的心目中是最完美的。爹地有你这么个女儿，真的感到很骄傲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你怎么知道我找你有事儿？我自己的女儿是什么样子，我还不清楚啊。明明知道这个时间是我最悠闲、最开心的时候，偏偏这个时候找我，肯定是有求于我了。哦，不愧是药界大亨，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。不要拍马屁啦，快说吧。爹爹，是这样的，你看旭姑院不是出事情了吗？现在那些老师和孩子们都需要安顿。我想了想，咱们还是捐笔钱给他们，帮他们一起渡过难关，你说好不好？我不是说过要捐款的吗？1万块大洋吗？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了，难道我还会反悔吗？我知道你是答应了，不过这还没落实嘛。再说了，我还不知道你们这些商人吗？答应的倒是挺爽快的，接下来呢，就3天打鱼2天晒网，然后呢就不了了之了。这笔钱呢，必须马上捐出去，我都答应人家了，爹地。人家？哪一个人家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如意啊，除了他，还有谁能让你这么上心呢？哎呀，爹地。好了，知道了，我马上安排人把钱给你送过去，满意了吧？真的？谢谢你啊，爹地。话说回来，他对你怎么样？有没有欺负过你啊？欺负倒是没有，不过这个人吧，挺骄傲的，而且很自大。他凭什么骄傲？论才华、容貌、家世，你有什么配不上他的？我看你呀，就是太在乎他了，才让他目中无人。男人都是一样的。那你也是这样了？我肯定不是了，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不是。我才不信。我看你啊，还是晾他几天，吊吊他的胃口，他就知道我的女儿该有多好了。那也不用，喜欢就喜欢了。要是喜欢一个人还要算计来算计去的，那还有什么意思啊？反正如意在我心目中就是我的白马王子，我相信有一天他会骑着那匹白马，把我带进他的城堡里去。我看你啊，是被那小子彻底迷昏了头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总有一天你会吃苦头。吃就吃呗，反正我不在乎。哎呦，跟你那么一说吧，我头就疼了。我走了，我先回去休息。谢谢爹地。我就看不出那小子有什么好。这是最后一批了吧？最后一批了。多亏了张探长给孩子们找了一家孤儿院安置他们。应该的。可是徐孤院该怎么办呢？毕竟这里是方院长和毕老师他们一生的心血。我们会回来的，这还得多谢毛巡捕，他从娄老板那里要来了捐款，徐孤院会重新建起来，孩子们就会回到他们的新家了。太感谢了。没什么。我告诉你们个好消息，我刚才在医院看过院长了。小红给院长输完血之后，院长脱离生命危险了。是吗？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，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！我相信，不管是活着的人还是死去的人，都会原谅小红的。哦，毕老师也被他乡下的侄儿接出院了。毕老师说，等过段时间还要继续回来旭姑院工作呢。小陈和小绿说，等出了院也回旭姑院帮忙。小黄也说要给旭姑院捐一笔钱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皆大欢喜。跟上，孩子们，走，跟上。来，跟上。好。这下你该放心了吧？张探长，我现在正式向你提出回巡捕房复职的申请。
干得不错。说老实话，这次罪犯很狡猾，案情也相当复杂。你们终究没有让我失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通过这次的历练，如意好像也有了很大的进步，让你费心了。如意的转变我们都看到了，我觉得应该是田小田负伤触动了他们。是的，所以说有些时候让他摔一跤并不是什么坏事。对了，通知医院一定要全力以赴抢救田小田，要用最好的大夫，用最好的药，所有的医药费用都由巡捕房负责。是，属下明白。对了，这个是苟吉祥的复职申请和我的保荐信。苟吉祥在这次的任务里立了很大的功劳，而且他自己也愿意重新回到我们巡捕房来。您看是不是重新考虑让他复职归队？哎呀，张震啊，这件事情我恐怕做不了主啊，还得请示一下弗兰克勋长。虽然苟吉祥这次帮了很大的忙，但上次他辞职，弗兰克就很不高兴。毕竟我们是巡捕房嘛，不是他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，是吧？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尽可能的去说服弗兰克。督察费心了。旭国院的案子虽然已经破了，可是女贼一枝梅还逍遥法外。弗兰克对这件事情还是比较担心的，他是怕嫌犯如此嚣张，弄不好会拖到洋人身上去。是，属下明白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，早日捉拿飞贼一枝梅。那就好。无论你犯了错，还是跌倒了，只要你有勇气再站起来，那一定会走得更远。张正，你一定会克服自己的心魔，一定会战胜一切的。你要相信自己。还是不行，我根本就开不了枪。昨天在旭国院的时候，我就眼睁睁地看着凶犯对机枪开枪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，我就不信了。我能理解你的心情，但你也别强求自己。我没有强求自己，我只是想保护我自己心爱的女人。可是我连自己心爱的女人我都保护不了，你说我还有什么用？我说过，你的病根子是在这里。慢性创伤后的应激障碍本来就是最难治愈的一种心理疾病，你急也没用。不对，你是医学院的高材生，你肯定会有办法的。你告诉我，我怎么才能好起来？你告诉我，想个办法好不好？你别问我，你应该问你自己，你什么时候能够彻底放下当年的事，克服你的心魔，你就能重新开枪，重新当回你的神枪手。好了，别想那么多了，咱们去看看田小田吧。大夫说他恢复得还不错。哎，吉祥大婶儿，这么巧啊？是啊，我来看看小田哥。啊，我们也是，进去吧。
走啊！走啊！哎，小田哥，小田哥，你快醒醒，我们都在看你了，小田哥。哎，你别大呼小叫的，会打扰小田哥休息的。哦。七香，小田哥的身体状况已经稳定下来了，接下来就看他能不能醒过来了。这个时候，外界的刺激对他来说非常重要，我们可以多讲一些他熟悉的，甚至能刺激到他的事情，这样有助于他能快点醒过来。哎呀，你说了那么多，我听明白了，就是让我们跟他多说话，对不对？说不定你哪句话说对了，他立马就能醒过来了呢。那我先说吧。小田啊，这次你在虚孤院杀人案中表现非常出色，不是你提供的关键线索，我们的案子破得不会那么快。等你醒过来，我会向上级申请，给你一个特别的奖励。好像不管用啊。我来。小田哥，一直以来，我都觉得你是巡捕房里面最顾家的男人，嫂子和孩子们都在家里面等着你呢，你快醒醒吧，不能再让他们等下去了，小田哥。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来。小田哥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是我们整个巡捕房的偶像啊！我们每次出去执行任务之前，就把你的照片挂在墙上，给你烧3炷香，让你保佑我们能顺利破案呐！小田哥，死人才烧香呢！这样啊，那就当我这话没说。刚罗森说了，要跟他多说话，刺激他。我话虽然多吧，但我说不到点儿，刺激不到他。要说话，要刺激人。如意在行啊。他那话何止叫刺激人呢？那简直就是摧残、蹂躏。没错，我们家如意说话有2个绝招：第一，内壶不开提内壶；第二，往人的伤口上撒盐。如意，上，撒。小点儿，小点儿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升职了，真的，我不骗你。你看我毛如意什么时候骗过你？你升职了，你工资翻倍了，田小田，真的，我告诉你啊，快点把眼睛睁开，你要再不睁开眼睛的话，你工资没有了，你职也升不了了。小田，你醒醒，小田！没用。薪水翻倍，那年底奖金怎么算？啊！小田哥，你醒了，你终于醒了！帽子，好，吃东西啊！